自从 ChatGPT 问世以来，大语言模型 LLM 迅速成为全球科技竞赛的焦点。这些模型不仅在对话类比、数据处理、创意任务等方面展现出非凡的能力，更被视为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关键一步。也就是说，这是具备人类般认知和推理能力的人工智能。Google 前执行长施密特日前就中美两国在 AI 领域的竞争激烈表示，双方都拥有主导 AI 发展的资源、人才和意愿。这场竞赛具有深远意义，因为 AI 进步可能会带来新的科学发现、经济效益，甚至是军事战略优势。这场关于 AI 的人工智能竞争不仅仅激起了跨时代的技术革命，更引起了全球的投资热潮。处在世界中心的中美两个泱泱大国，更是继经济博弈之后，又将战火蔓延至人工智慧领域。根据美国史丹佛大学发布的2024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，美国在基础模型研发方面持续大幅领先，而中国却在 AI 专利申请和成功获取专利数量上位居榜首。这明显的反映出这两国在 AI 发展中有不同路径与策略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比较中美两国大语言模型的发展现状，不仅有助于洞悉这场竞争格局，还可以为未来的国际合作提供新的视角与机会。在美国方面，较注重基础技术平台与开源工具的发展，如 TensorFlow 等，并引领生成式 AI 的创新，如 ChatGPT、DALL-E， 而中国则更多专注于应用型 AI， 例如语音识别、电商推荐、智慧城市与医疗 AI， 且贴近本地市场需求。中美双方的 AI 软体各有侧重，美国强调技术突破，中国则以应用场景和落地实践为核心。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，全球人工智慧企业约有3万家，其中美国占 34%， 中国占 15%。在 AI 独角兽企业方面，全球共有234家，其中美国和中国合计占全球的 80%。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慧白皮书2022年中国人工智慧核心产业规模达到5080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 18%。此外，预计到2027年，北美与制造业相关的 AI 市场规模将达到56亿美元。从2022年起，5年内年均增长率为 47.6%。总体而言，美国在 AI 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上领先，但中国的 AI 产业也在快速增长，特别是在应用层面展现出强大的市场潜力。中美双方在人工智慧领域较为出名的软体及应用，就目前情形看来，著名的 AI 相关系列应用 ChatGPT 系列在英文环境中的表现尤为突出，但是在其他语言环境下就有待商榷。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团队开发的百度文心一言，他们在中文模型的本土语言表现中优于其他外来语系，包括英文。2024人工智能指数报告也认为，在目前所有的大语言模型里，英文环境中的 GPT-4 Turbo 凭借着卓越的自然能力和学科专长，在目前所有的大语言模型组里排名第一，而 Gemini Pro 和 Llama 2则分别位列第2和第3。中国开发的文心一言4是中国开发的 LLM 里英文测试表现最佳的模型，所以综合排名在第5，但是在中文测试中，文心一言4则超越 GPT-4 Turbo 等上述所有模组排名第一。整体表现是中文环境下最佳。总体来说，中国的人工智慧模型在中文环境中几乎没有对手，但在其他语言环境下却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美国当前的开发优势在于基础研究方面相当的健全，且拥有像是麻省理工学院、史丹佛大学、Google DeepMind、OpenAI 等世界顶尖的高等学府与研究机构。而且在大型语言模型 GPT 系列里，不论是视觉与强化学习等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。这点从长期以来，美国在 AI 学术论文质量与影响力均排名在全
全球前列就可以看出，中国因为政府通过国家级专案推动基础研究，像是新一代人工智慧计划，因此整体进步相当迅速。学术论文这几年俨然有超过美国的趋势，并且在自然语言处理、语音识别等细分领域表现也相当突出。此外，因为注重应用导向的研究，所以在图像识别、语音技术和金融 AI 等表现也相当亮眼。就数据来看，美国拥有全球化的数据平台，如 Google、Facebook、Amazon 等数据多样性强，而且在金融、医疗、教育等高端领域开发成熟，注重高质量解决方案。比较不足的是，源于资料隐私保护政策越来越严格，所以数据取得受限。相反的，中国的最大数据资料来源几乎是微信、淘宝，在数据与规模上虽然占优势，但却少了多元性。然而，中国在移动支付、智慧交通、城市治理和线上教育等领域的 AI 应用落地迄今无人可敌。虽然中国政府不断强调他们也遵守国际公约，维护使用者的隐私，但实际上中国在取得用户资讯方面仍胜过目前全世界其他地方。美国在高效能运算与晶片上占据绝对优势，例如 NVIDIA、AMD 和 Intel 等都给他们带来相当大的底气。唯一要担心的只是晶片开发成本越来越高昂，还有技术壁垒不断提升。中国则因为经济制裁的关系，只能自行开发晶片。但是这几年，中方在晶片设计，像是寒武纪、华为、升腾等都取得了不错的突破，这对降低对外国的依赖有不错的进步。但最大的阻碍恐怕是来自于它制造的能力。由于台积电的技术封锁，使得中国目前仍与尖端技术研发有差距。在资本与市场规模上面，美国由于风险投资体系成熟，许多 AI 独角兽公司都受益于资本市场的支持，加上全球顶尖 AI 人才的集中和教育体系的完备，都对技术开发提供良好的潜力。还有市场间的自由竞争，也让技术发展更具灵活性。在监管上，对 AI 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也相对严谨。比较要担心的就是因为竞争激烈所造成的经济波动，会影响创新步伐。中国则是由政府引导性的投资，然后再结合民间资本，所以可以快速推动 AI 初创企业的发展。但由于高端人才与美相比稍显不足，同时因为初创企业的盈利模式不清晰，导致投资环境有泡沫风险。它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政府主导，将 AI 列为新基建之一，在政策力度加持下，作业上可以说是通行无阻。总结来说，美国在基础研究、芯片设计与全球市场影响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，但在资料隐私与人才政策方面面临挑战。中国在数据规模、应用场景与政策支持上表现突出，但在尖端技术研发和晶片制造上仍需努力。两国在 AI 领域的竞争，既是技术的较量，也需要政策协调与社会价值的平衡发展。中美各有优势，未来可能发展出差异化的技术生态与市场格局。